5天前，有神秘人告诉我丈夫硬质出轨，他们甚至在我的床上。尽管表现不错，咱们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难道小三？3天前，律师说我的财产全部被印制出来，甚至还背上了他精心设计的债务。1天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他们在公园又要约会。垃圾我可以不要，但本该属于我的，我要全部拿回来。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헤어날 수 없는 빛 주로부터 숨겨 Run into the frozen time 하늘을 돌아서 차가운 바닥에 既然选择做小三，那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。只是不知道你用的是前面还是后面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那天晚上那个？你说，如果让你老公看到这个，你说，如果让你老公看到这张照片，怎么样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比男人可爱多了，不仅不用假装听我说话，还可以接受我所有的秘密。不过是一个善良的玩意儿，有时能量不平。男人，1年前，是你将我拉出深渊，照亮不尽的黑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保护好你。你想用这个威胁我离开我老公，而让你这个男小三上位啊？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应池应该会跟你一样收到照片。
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怎么会知道应池出轨？说吧，你要怎么好一点想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抱歉，你这张男女通吃的嘴，我实在是吃不下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折腾这么久，你到底是要做应池的小三，还是要做我的小三？还是说要两头通吃啊？姐姐，想必你是误会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路边的小鸭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陆之穗，是应池的私人特助，也是李爷要起的高级野猫，同时也是应池的妻子。所以，我是不是应该喊你一声小妈？应池年轻的时候私生活不检点，所以有了我这么个私生子。只可惜我妈得病走得早，不然她也根本骗不到你这样的富家女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，姐姐，你这么年轻，到底图她什么？图她年纪大？我图他什么？妈，你病症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没事儿的，你在美国进修的半年，应池一直照顾我，妈活不了多久了。妈，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应池啊，我把心妍就托付给你了。妈，我这辈子都会对心妍好，我一定会把她看得比我的生命都还要重要。如果违背誓言，我一定身患绝症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图他虚情假意，图他违心背礼。既然他在我妈妈面前发了毒誓，那就让他接受他应有的审判。所以，你是为了替你母亲讨回公道，要我让出应池这个人质？当然不够。当年要不是他无情无义抛弃妻子，我母亲怎么可能会没钱治病而去世？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我当然要让他一一尝个够。至于你，5年前你是照亮我的光，现在我也不会让你身陷泥潭。想让我帮你复仇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。你就不怕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？我当然要让他一一尝个够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偷拍，只有你有备而来？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但是主动权在我手上。我要你听从我安排，我可以保证这个录音不会进入应池档，也可以保证他会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要背叛我的人下地狱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第一，我要你听从我调配；第二，不许动我儿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一个好母亲，只不过你的儿子，你应该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吧？今天心妍过生日，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他的生日，不是正好？
你又让我穿你老婆衣服，你是不是就喜欢你老婆？这样不是更刺激吗？而且我觉得你穿比他穿好看。老公，恩雅不见了。老公，干嘛？他在门口。别急，彤彤很闹。那天是彤彤。刚才恩雅阿姨给我的礼物忘车里了，她去拿回来。哎，你爸呀！你管那么多事干嘛？难不成你还要让我爸爸帮你做饭？炸鸡炸好没？我饿死了！快点快点！哎，本来都是因为你我才生下来就会有病，难道你还想让我饿死吗？好吧。多亏刘恩雅有录视频的爱好，不然我也弄不到这些东西。不过你儿子跟他们也太有默契了，他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闭嘴！这两个不要脸的，居然带坏儿子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两个付出代价。这次时间紧，下次一定和你好好玩玩。下次，原来昨天晚上要我邀请刘恩雅，是这个意思。高级研究员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好用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当然是聊赚钱的事，不然指望你一个什么也不会干的人给我买玩具，给我治病。彤彤，不许这么对妈妈说话。妈妈在家带你也是很辛苦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在聊医美中心投资的事儿。运池为了让你有更好的地方做美容，每年都在我医美中心投资呢。心妍，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老公。那得有这么厉害的闺蜜，能开得了医美中心才行。这是我新配的混合果汁，没有放桃子，放心喝。谢谢。吃饭吧。我要出去玩，我要出去玩。可是没事儿，心妍，你带他出去玩吧。我跟燕池是老熟人了，不用你特殊照顾。好的，来。哎，对了，厨房里有果汁，如果你想喝的话，让英池给你倒。嗯。你说这件衣服是我穿好看，还是他穿好看？不然不会让人看。你们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见不得光吗？那就祝你们永远阴暗，永远卑劣，永远都只能做下水道的老鼠。你就这么好心，把地方让给他们？既然他们要唱好戏，那我自然打好台。彤彤，慢点儿。这个还没吃呢。
好痒啊！怎么突然这么痒？好痒啊！怎么突然这么痒？看着像吻痕，更心干了。你起来！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啊？我都吃药了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吃药吗？怎么会突然过敏呢？这是我新配的混合果汁，没有放桃子。放心。果汁，一定是那杯果汁里面有桃子。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，故意报复我啊？会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让他试试。他也对桃子过敏，哪怕只吃一口再吐出来，也会立即水肿并且休克。你是想……我本来打算彻底控制李岩之后再跟他离婚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发现了，我们就不妨利用过敏让他病重。你舍得啊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好坏呀！等一下还是好痒。上去睡觉吧。姐，你回来啦？我是因为喝果汁弄脏了衣服，随便找了一件你的床，你不介意吧？怎么会介意呢？不过你怎么会选这件衣服？怎么了？这是个垃圾，我正准备把它扔掉呢。都是因为你做的果汁太好喝了，所以才会把衣服弄脏。哎，我给你留了一杯，你尝尝。这个果汁的配方我都研究透了，实在是喝腻歪了。那就更应该喝了，它肯定是你最完美的成品。我刚陪彤彤在街边上吃了特别多东西，这肚子啊实在是没有空余了。一杯果汁而已，要不然就尝一口。这分享也是一片好心，尝一口呗。这味道太好喝了吧！这个味道，这个配方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啊！吓死我了！我刚差点被卡死，这里面居然有果核！果核？啊？对呀，你刚刚说果然有什么？哦，你刚刚也被这果核卡住了。但是你们怎么没提醒我啊？你们肯定会提醒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才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，对吧？对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让应池送你吧，一个人回去他很危险。不用了，回去。恩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你会起疹子，并不是因为桃子本身，而是因为至于果汁，当然没有任何问题。毕竟我又不是皇后身边的姐姐，干不来实名制下毒这种蠢事。希望这个开胃小菜你会满意。二哥，怎么突然换床单了？不是你说希望我1周换一次床单吗？你给忘了。那好，都1周了。不过
我在换床单的时候发现床单好像脏了，像是口红颜色，但是我没有这个色号哎。可能是彤彤的画笔不小心弄脏了。哦，哎，没事，脏了就扔了呗，也不用洗，总不能让你生累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老公，你离家刚走，我知道。老公，我身上好痒，这样吧，我去书房睡吧，免得打扰你。啊，我就这样啊，好痒，怎么会这么痒？怎么会？老公，你的礼物很快也要发货了。一个两个的，白痴用了。映池、刘恩雅，你们的未来将由这被复仇幕府彻底吞噬，葬送在你亲手造下的罪孽，人成无尽，直到灰飞烟灭。啊，之前咱们研发的那个重振雄风系列，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啊？那个是我们李岩药企的金招牌之一，怎么会有副作用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大概下午5、6点吃的药，然后到晚上9点、10点之后才……啊，你了解的好清楚。不是我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回头有这个情况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会去好好研究研究。对，好好研究，赶紧研究。但是这个费用……行行行，我私下掏给你，但是这件事情你得保密啊。哦。晚上9、10点，那个时候刘恩雅走就走。这是又跟我爸做回鸳鸯了是吗？还专门给他做饭送汤，你是把我当做打小三的工具人物啊！这是原来的药，这个是我调配的。不错，看不出什么区别。你说应池子开始前喜欢吃这种药，这是他的习惯，有什么用？见过古装剧里的春药吗？吃完之后，如果1个小时没有成巧事，就会翘辫子。放心，我没这么厉害。但是如果应池在吃完之后没有做他想做的，就会吊尾3个月。这么好的礼物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彤彤可想你了。彤彤，看看谁来了。彤彤，我以为你只是要他养我，没想到还养了他3个月的最后一次。怎么，想拼个孩子保住你这么多年的地位？说过要让他妻离子散，你想跟他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告诉我错。我没那么恶心，抱着一团垃圾过日子。你刚刚说最后一次，什么最后一次？他说他吃药那天晚上解决了。我和他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具体他是怎么解决的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问他。芷穗，你在吗？老公。你在这干嘛呀？啊，我给你来送补汤。送补汤不去我办公室，你来这儿啊？啊，是我让夫人拿过来的。我想检查一下有没有药性相冲的东西。牛鞭鹿茸人参，这
都是壮阳的好材料啊。他现在啊，好了好了，你炖汤已经够辛苦了，我就收下了啊。正好家里面这些东西也多，放着也是坏了，还不如给炖了喝了呢。最近加班也累嘛。那个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陆之穗，我的私人特助，也是李岩药企的高级研发员。你好，阮心妍。你好。有了他在，明年我们李岩的利润翻10倍。这么厉害，要是彤彤长大以后能像他一样厉害就好了，是不是老公？彤彤当然了。对啊，彤彤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肯定能像他一样聪明。那个，我还有客户找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汤我再走。记得喝光光啊。好。壮阳汤，试试。你知道密码？这很难吗？我要搞清楚到底把我的财产转移到哪里。住手！怎么？应池之前让我帮他设计过一个小程序，输入密码是个幌子，一旦照做，摄像头就会偷偷录下开机人的脸。既然你是高级研究员，应该有什么好办法吧？就让给他。刘恩雅睡你老公，交换你的娃，还拿着你的钱到处撒。姐姐，你这找闺蜜的眼光着实不大行。还有，找老公的眼光也不大行。他居然把我的财产转移给了刘恩阳，还给他打了欠条。看来这是他们商量好了的。这300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，刘恩雅只会找我，而不会找应池。他倒是真的放心啊。当然放心了，他上周还花了大价钱给刘恩雅买了个礼物。没想到是这条项链，没想到是这条项链。你真的要我拿这个去抵押呀？这可是我们结婚第1年我送给你的全球唯一限量版。哎，都怪我！如果不是我决策失误，公司怎么会老到现在的这个情况？老公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公司能渡个难关，这些又算什么呢？老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给你买更多，更多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这条项链还是回来了。可惜，跟应池一样，是个二手。快，关掉电脑！快！
当初把他抵押出去操作一番，就让我转走了李爷的大半资金。阮心妍这个蠢货还真的以为是我决策不当，周转不灵。不过这项链也是个有灵性的，兜兜转转这么久时间，还是回头不收。喂，你已经等不及了，小妖精。如果他刚刚真的掀帘子，你难不成真要动手打伤自己？他说的那次决策失误，是在我妈的葬礼上。他不仅骗了我，还骗了我妈，还想妄图吞并李岩的公司。李岩要起是我妈的心血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破坏它。抱歉，刚刚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的就上路的。我让他把吃进去的都给我吐出来。他不是给自己找了个债主吗？我成全他。你的意思是？他跟刘文雅之间那笔账，在人情上是无效的，但是在法律上它就是有效的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他俩之间起了内讧，文雅正好缺钱，那应池这笔账，他会不会去找应池要呢？可是现在应池跟刘恩雅现在感情可很好，你有把握？当然。你为他调整的那个壮阳药，哦，不对，是阳痿药。我给你带了一件衣服，今天你就只穿这一件。不就才半个月吗？有这么饥渴吗？我要是不饥渴，还轮得着你吗？管不住自己的动物本能，那就不必再做人。等你们的假面被揭穿，因利而聚的两个低级动物，还能不能好聚好散？老公，果汁。什么果汁啊？这么好喝？这可是特意为你准备的。老公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公司太辛苦了呀？哦，对，最近公司确实是有点忙。那你要不要休息一段时间？我来替你，正好我在公司有股份，总不能一直不出力吧？不行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也很久没有管理公司了，如果贸然上岗，可能会难以服众，对不对？人家这是心疼你，太辛苦了。我知道老婆善解人意，但是这样就更加不能让你受累了。既然你这么碍眼，那我就陪你。老公，你当初说的话果然是真的。什么？你当初在妈妈面前发毒誓说要一辈子对我好，如果违背誓言，就身患绝症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我就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也要用一样的方式同样对你，说对不对，老公？对。那我去收拾了。和刘恩雅几次都不行，说不定是她太无趣了，才会害得我变成这样。和心妍倒是很正
时间没有了，如果试试，说不定。老公，你干什么？这么突然？有什么怒气？有什么突然的呀？不行，你以后不许再乱咬，不许再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我可不是乱咬，我只是在提醒你，不要跟宁池再有什么亲密接触。放心，我没有捡垃圾袋啊。我今天不方便。等一下啊，我去给你拿纸。快点！哎，老公，都怪我不好，可能是那个汤实在是太补了，我再去给你做点清淡的，好不好？你好好休息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两个的问题。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一定没问题。主人，后天下午长信大酒店610，你的小猫等你哦。小猫，还真不做人。既然你这么爱脚踏两条船，那就让你感受感受其人之福。急什么呀？怎么还没有反应啊？家养的不行，难道外面的也不行？看来你的耐心还挺强的嘛。你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么不急的客人。是，这里好地方多着呢，何必非要在床上呢？换个地方，或许的确能引起点信任。让女士等太久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。对于你来说，我太快才是糟糕吧？迟到还这么花样百出，希望一会儿别让我失望。什么意思？没完了是不是？开门！开门！喊这么大声，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？这么不要脸，直接开直播让所有人都看看！开门！开门！哎，吵什么呢啊？让我别吵，让他们闭嘴啊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我。他们那边好像很热闹。对爱情不忠的人，自然也得不到真正的爱情。你个硬屎！你居然找别的女人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你又不是我老婆啊！哎呦喂，还不是老婆哎！看这意思，也是小三。哎，大家来看看大型捉奸现场哎！哎呦，小三打小四了。这小三脸皮可真够厚的。他哪里来的资格嘛？真的是！哎，什么小三小四啊？要我说，这个年轻，这个老，这个小三，这个老三嘛！你说什么？女士，你干出这种事儿，就在这站着让别人羞辱我是吧？别自信不要脸，我没有什么办法呀。这小三可脸皮可真够厚的，还学原配来捉奸。我这就把这对奸夫淫妇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来认识认识。哎，对，还先发网上，我这边还先发网上，发网上。
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要不要看看？奢侈品的柜员当久了，以为自己就是奢侈品的主人；小三当久了，以为自己就是真货。可惜，假货永远都是假货。看你干的好事！我干的好事你没干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让我帮你干的事现在正在关键时刻，你不希望我帮什么不干净的事，功亏一篑吧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最近表现不太好嘛，所以想出来练练，不然怎么讨你开心呢？滚吧你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来长兴酒店处理一下围观主动拍的视频，务必不能有任何影响罗恩雅与优雅医美的消息传出。这就是你让他们内讧的方式，可惜你希望失败了。他们两个现在害怕曝光，以致对外。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裂痕，就无法复原，只是看上去完整罢了。但是如果他们连共同的利益都无法拥有，那么这种所谓的完整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如果把捉奸的视频发到网上，想必应时在公司的口碑会被影响，那么他的利益就会受损。不用，视频先压下去，审判嘛，留到最后再有意思。先让他们享受一下虚假的万事大吉，然后再狠狠追。对于没有良知的人来说，当肉体的欢愉褪去，能够维系联盟的就只剩下利益。如果利益也消失，那么破解的两条狗又如何饲养？再多吃一口肉骨头吧，未来的你将会连这些都是奢望。老公，你能送我去恩雅的医美中心吗？我听说他们进口了一批新仪器。刘恩雅最喜欢在新人眼皮子底下掏钱，这也倒是个哄她的机会。好啊，我送你去。你不吃了？吃啊，吃什么呀？走吧。拿包。你都是这里的主理人了，却还要为我服务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一进来就要我帮你服务，现在又来假惺惺。不过这也是你的承诺嘛。那个时候你说，不管你的生意做多大，你都会永远为我美容。你还记不记得？都这么多年不帮你做了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的技术还是这么好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你有这个本事，将来一定能把日子过好。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谁能想到优雅医美能开这么大呢？接下来是不是足底按摩呀？你平常不是不开玩笑的，足底按摩怎么会让你做呢？那我去给你叫个服务员吧。等等，当当当，这是闺蜜装啊，来试试看。还记得我们以前吗？什么好东西都要分享。那个时候你还说，将来就算有了男人，也要互相分享。那个时候不懂事，我开玩笑的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，唯独除了牙刷，还有男人。你还记不记得啊？这件衣服还挺适合你的，去帮我叫个服务员过来吧。
我在停车场等你半天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这么大火气！我上哪儿去了？我给你老婆当服务员去了。我要在这儿再待一会儿，她要我给她做足底按摩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技术好吗？要不是他喜欢你服务他，咱们俩还认识不了呢。行啊，你回去找他去吧。我找他做什么？他这种一天到晚在家里家庭主妇，怎么比得上你呢？而且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有办法把李烨弄到手呢。等我们成功之后，我让他来给你做美容。我可不敢。他会吗？那我就让他给你做足底按摩，给你洗脚。我发誓。那行。我就知道，应池既然对李岩出过手，就不可能只捞一笔。阮小姐您好，我是来服务您的。进来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你这有加害者，自然不可能进入我们这些受害者。你刚刚说我是加害者，你是受害者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应池的妻子，又是刘恩雅的朋友，他们两个赚的钱做的事儿，难道就没有你的一份儿？他们两个赚的钱做的事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不可能！你和他们一定是一伙的。你先冷静一点。虽然现在职业平等，但是你这么年轻漂亮，应该有很多选择，怎么会做足底按摩这种工作呢？如果你不说的话，那我可要报警。喂，等等，我说，你这些地方啊，肉太多了。这儿还有眼袋，双眼皮也不够大，还要调整一下。然后鼻子可以用耳软骨垫一下，最好再打个骨水泥，这样还能有高颅顶。可这样下来不便宜吧？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在我这儿戴，在我这儿做，这里给你优惠。就算是贷款，这笔钱也不少。宝贝，你不是网红吗？之后你颜值大涨，收入大增，到时候还差这点钱啊？再说了，这贷款我也不找你催，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，说不定以后还要找你帮我拉客户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刘恩雅的债你怎么会找我？我不是，我以为你们是一伙的，我想去挟持你，去威胁应池。刘恩雅的债去威胁应池，然后找上了我，你这是什么逻辑？我有点理解不了。因为他和应池，他们来，雷哥把这杯酒喝了啊！来，喝。哎呦，哎呦，这还不会喝酒啊？哎呀，老板娘，你这可是给我找了一个清纯货色啊！啊，您给我介绍这么好的投资消息，我肯定要好好报答您呀。这小妞欠我钱呢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起干一杯！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，我们都
我以为他们只是算计我，怎么没想到他们居然做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。算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以后再告诉你。现在你面临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自己报仇，但是无论结果怎么样，你都会赔上你自己；第二，跟我合作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债、你的仇都可以得到解决。阮心妍，你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对你善良。我要杀了你！天气这么冷，还穿的这么少，也太可怜了。出门在外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复仇的计划可能需要退后，但你放心，一切父亲都会拥抱。只是我要建立你的身份，就能让什么和我一起向叶池发起复仇的祝福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们会联系你的。现在该轮到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儿？我只是凑巧。凑巧？凑巧会带着窃听器啊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刚刚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不过，以我跟你之间的关系，你应该做不到这一步。只是为了保护你，你会相信吗？姐姐，我只是关心你啊，我的手没受伤。或者如果没有你，去找另一个用作的枕边人，难不成我要找刘云雅？对啊。哎，刘恩雅见过你没有？听我安排。你去哪儿？去拿回窃听器，顺便送他们一份惊喜。哎呀，行了，光打雷不下雨有什么意思呀？跟爱卿亲墙也是一样的。恩雅，老公，你也在这儿？老公，你也在呢？我这外边人太多了，太吵了，我又进来谈谈生意。正好恩雅说上个季度业绩不错，准备可以给你买一个鳄鱼皮包了。鳄鱼皮？那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人皮包包呢？我开玩笑呢，你们不会当真了吧？老婆真幽默啊！哦，我之前听人家说啊，有些拉皮条的人逼良为娼，害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自己呢却赚得盆满钵满。潘飞的真皮包不就是人皮包包吗？你过来就是说这个的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哎呀，这件我给拿错了。至于这件，是我穿过的二手货，
虽然有些人就是喜欢抢别人的东西，但是恩雅，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对吧？我嗓子疼，喝点水啊。对，谁会抢别人不要的二手货啊？除非有的东西是明珠暗投，好的东西配不上好的主人。这年头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啊？我看是有些人把垃圾当成宝了。这件衣服我就先拿走了啊，老公，你是跟我走，还是要留在这儿继续再聊会儿？你先回去呗，我们再谈谈生意。谈生意？谈生意？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不可能，他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主妇，他没这个脑子。而且他和李岩全都得仰仗我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他有胆子当小三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咱们俩正式结婚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你打住！我和你结婚，你现在这样，我守活寡。我哪样啊？哎，我忘了个事儿，忘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家庭主妇需要打扫一切，因此也知道如何打扫所有让人生疑的细节。家庭主妇需要照顾家人的方方面面，因此你的破绽比你以为的更早出现。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家庭主妇，他们既有可能是温馨的港湾，也有可能是风暴与海浪。我们上次都是半个月之前了，而且我跟他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可能接受你跟阮心妍再有孩子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和他本来就不多，而且你说他会不会是假的呀？假的？那他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？不管是真的假的，我先带她去医院检查。如果真的怀孕了，那就从前怎么办？现在还怎么办？毕竟多一个孩子，就多一个人争家产。何况这也是你的孩子，以后你能舍得呀？你让我帮你办的事儿，我办的差不多了。你也不希望我在这种关头分心吧？哎，老公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医院。为什么要突然去医院啊？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是你都怀孕了，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检查。我这怀孕还不到1个月呢，有什么可检查的呀？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顾虑？怎么会呢？我去消费。喂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立刻马上让您指挥公司，快！喂，宁总，公司这边出了点急事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公司出了点事情，我可能得先……没事的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自己也可以的。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只要你走了，我就能随便找一个孕妇，顶着我的名字进去检查。谁帮你能不能人？那我先走了。记得按时吃饭。
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孕妇吗？对，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啊。来，您怀孕多久啦？老公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说宝宝特别健康，这得多亏了老公的好基因啊！居然真的怀孕了，这下咱家又要闹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让植穗送你。你怎么操心的事情那么多呀？安心工作。好。走吧。我刚才在应池办公室门口听他说你怀孕了。你都听到了？所以你是准备给我生一个弟弟，还是妹妹？小马，不错，有进步，起码没有像条疯狗一样把我拉进办公室乱咬一通。怎么，是知道我怀孕了，怕我受伤？只是不想被你碰瓷。你还敢上车，就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？你如果有那个意思，刚才就动手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多生一个孩子，我就多一个复仇对象。别忘了，我说过要让应池妻离子散。你也答应过我要听从我调配，我会帮你复仇。你说的复仇，就是帮应池生孩子啊？其实我没有怀孕。怎么，知道我没有怀孕这么开心？当然是不想应池再多一个骨肉之亲。我赞同你的意见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刘艳雅虽然是小三，但一直自诩正宫。她对应池的态度就像狗对肉骨头一样，宁愿放烂了，也不会允许别人碰一下。哎，你说，如果刘艳雅知道我怀孕了，她会不会气坏？你是想以身作矩？这样会不会太危险？万一她和应池……我既然是假怀孕，那么他们对付孕妇的招数对我来说起不了作用。如果他们真的丧心病狂，那就是自投罗网，也方便我。既然想要复仇，就不能等着敌人冲动犯蠢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想让我流产。那如果应池不想让我流产，那他们岂不是旧怨未解，更添新仇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你要不要送你去啊？不用。那你小心点啊。你走吧。心妍，你现在是1人吃2人补，一定要多吃一点。这个鸡汤是这里的招牌，你要是爱吃，让应池天天给你买。我尝尝，最近肚子是饿得比较快。好香啊！好喝哎！快，再来一碗。哎呀，服务员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汤里放什么？为什么孕妇喝了会肚子痛？汤里给了红花，你们有孕妇为什么不说呢？我说了呀，你自己不记得呀？你把你经理找过来，没有你们这样的呀，出问题你们怎么办呀？叫经理来，快点去！
快去啊你！你别拦我，你快点！没事了。没事儿。哦，刚刚这胸针掉我衣服里了，幸好只是扎破软皮，没出什么大事儿。汤红花，你没事儿？干嘛？哎呀，你很希望我出事儿？哦，没有。既然那么好喝，你也多喝一点。不是他阮欣妍什么怪物吗？红花都不会流产，那家店我特意打听过了，是会放货真价实的红花的。我也找人试过，但是她这一胎好像格外的健康，难道说她压根就没怀孕？她的检查结果我看过，我的意思是，难道说有了上一次的经历之后，她的身体已经被自我上次？你说那次车祸？对。要不然我们再做一次车祸。法院刀手，不太幸运了呀。行，那让他生下来吧，生下来继承他的财产，最好多生几个全继承。哎，行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老婆还不睡啊？老公，医生说我误食了红花，孩子很有可能会滑胎。一不小心就会滑胎，那想流产不就简单多了？没关系的，不要太担心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不要想太多了。只是可惜了，这份信托基金恐怕就要作废了。信托基金？只要我们有二胎，我们每个人就会有10个亿。多少？10个亿？这是妈妈为我，也是为你准备的。她希望我们幸福美满，儿孙满堂。唉。只是可惜，明年怀不上二胎，这10个亿将会被无偿捐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的。你现在不是已经怀上孩子了吗？只要保护好你，就能够保护好她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陪你，一定会好好陪你把孩子给生下来的。可是这红花对孩子影响真的很大。不管有没有，折腾来折腾去，说到底，就算有孩子分遗产，那我也是他爹呢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。都怪刘文雅，是他太不小心了。他明知道你有身孕，还不提前问清楚，以后你自己要多小心。哎，恩雅。心妍，过2天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？我发现了几家新店，你放心，这次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不会再发生上次的事儿了。对不起啊，恩雅，我老公他不让我去。你怎么直接把我说出来了？那我要怎么说？那我总不能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误食了红花，影响了孩子，所以不让我去的吧？这样心眼多自责呀！也是，要是让刘文雅知道红花的确有用，现在还容易滑胎，那她肯定会抓紧机会，这10个亿不就飞了？好吧，既然我老婆这么善解人意，那就只能老公来当客人了。你如果担心她内疚，短时间内就不要再和她独处了，免得又出什么意外，伤害你们2个人的关系，好吗？乖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。你温过啊。对不起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疼死了！孩子。老婆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就好好保护着根本不存在的10个亿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跟我一块出门啊？你急什么呀？还这么早？夜长梦多道理你不懂吗？再说了，3个月内本来就是堕胎的最好时机，之后没那么容易了。你这个语气好像很高兴啊！你这个语气好像很高兴啊！怎么你想多个儿子是吧？你别忘了，如果没有我的优雅医美帮你维护股东关系，你吞并李岩的计划不会这么顺利。要是有了那10个亿的基金，我哪里还需要依靠他？不过这10个亿还要等10个月，他月底就能正式把李岩收入囊中了。算了，先哄好他，等李岩跟我说再说。我已经有彤彤了，我不再需要多一个儿子了。我就是觉得你太累了，不希望你多操心。哎，你想，如果让他辛辛苦苦怀胎10月，再用尽力气生下来，结果最后孩子根本就没有活几天就死了，是不是更加的能让他痛彻心扉呢？说不定他还会因此一病不起，甚至……是一个如意算盘打到耳听啊！我还以为你打算改邪归正，回去当好老公了呢。当老公也是当你老公呀。天天光打猎不下雨有什么用啊？告诉你啊，优雅医美马上5周年店庆了，我要回去好好准备。应彤这辈子离不开药，不敢大用。要是阮心妍真的能给我生一个健康的孩子，之后再去补留子，那他的那10个亿绕来绕去，还不是糊口的口袋？看起来好像很生气。2条恶极的野狗一起追赶猎物时，的确是可以互相团结。但是如果其中有一只想要独享美食，那天性自私的他们不仅不会分享，反而有可能相互撕咬。该你出场了。老板娘，你这姑娘不错呀，新来的吧？是啊，刚来的。您要是喜欢，我让她多陪陪您。来来来。你要是不好好干，那些照片……来来，坐这儿。多大啦？来，酒杯拿起来。奇妙那个小贱人，怎么又没来？奇妙。我已经给你足够多时间考虑了，如果你还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。别怪你怎样？想通啦？想通了，所以我来还债了。算你识相，那就赶紧的吧。他欠你多少？不错。你让我去当奇妙，我接受，但为什么是扮演他的金主？不是金主，是金主一样的男朋友。我调查过了，他们会在优雅医美周年庆之后推动对李岩的恶意收购计划。
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刘恩雅快速上钩。你们男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叫做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到。这句话对于刘恩雅来说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主动追求，她只会认为你是一个妄图征服她的舔狗，顶多你只能算是个日抛的炮友。可是如果你属于另外一个女人，那么她就可以主动出击。欠他50万，50万而已，不算什么。这个老板娘胃口大得很，给她张支票随便填，肯定会狮子大开口。无论多大的胃口，我都填了吗？你好，我是多的就算我投资了。听说优雅医美马上5周年店庆了，是吗？是啊，那边我看过，地段不错，租金不菲，能维持5年，足见老板娘的本事。这支钢笔，我没看错的话，是万宝龙的限量款吧？一支要30万。刘恩雅曾经说过，穷光蛋缩衣节食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要买一支奢侈品撑场面，首选就是衣服、首饰、包包、鞋子。可是真正的有钱人，他们生活细节用品都是大牌，比如说狗窝、卫生纸，还有钢。所以你要用这支笔，让他认为我是有钱人。没错，我就是要利用他的认知去打败他。记住，你对这支钢笔表现得越随意、漫不经心，他越上钩。你好像对这支笔很在意。这支笔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如今就当是她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吧。我想告诉她，她的女儿已经长大了，我已经有能力可以战胜一切。她不必内疚，也不必担忧。这都是管家统一采购的，我不关注这些。几十万一支的笔，也可以说是统一采购吗？这里是500万，多的就算我投资了。500万，500万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之前你让我陪那些人去打高尔夫，我在球场认识的了。说起来，还要感谢老板娘，帮忙牵线搭桥呢。不是说好只是假装谈合作，争取拿到他犯法的证据，怎么把500万都给他了？不对，那支笔你没有拿回来30万。应池拿着我的钱养小三，我用他的钱做慈善，问题不大。之前不告诉你，是不希望你心里有负担。帮你还债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。如果你真的感激的话，之后就好好配合我，这样也能帮助到被他们坑害的其他女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感谢感谢他。毕竟这笔钱可是他从应池那儿搞来的。至于那支笔，那是我们留给他的借口和诱饵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刘雅就会联系你的。啊，累死了！好在这批姑娘还算听话，把股东们伺候的不错，我也算是轻松了。可是30万一支的笔，说落下就落下了，还真是阔气啊！鉴定为真，还真要30万啊！30万买一支笔就已经够奢侈了，还说落下就落下，连问都不问，难不成真让奇妙这个小贱人攀上高枝了？支票也是真的啊！奇妙这个小贱人，脸在我这儿整的不说，还赔过好几次球，凭什么有这么高富帅的男朋友啊？
免提。奇妙，你不是要投资吗？找个时间聊聊。这个事情交给我男朋友就行了，我把他联系方式发给你。你这么放心让他单独见我啊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，老板娘？好，那让他今晚9点到会所找我。要不是我，这辈子连高尔夫球场的门都摸不到，还敢讽刺我？这支笔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哇，怎么样？这么多东西都是你老婆的，这没个10几万下不来吧？10几万呢，没个1000万下不来。这是你老婆的？这个是他妈妈给他的，30几万呢。多少？30万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一支钢笔都要30多万。羡慕他，你也可以啊。好啊，我也能拥有和他阮心妍一样的好东西了。你说要找我聊聊投资的事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聊有关优雅医美具体的事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优雅医美是我一手打造的，你想了解它，不如先了解我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都和奇妙在一起了，又帮他还债，就不好奇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的并不具体，所以也只投资了500万。说是投资，不如说是感谢费。感谢费？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，家里的长辈给我的教育是对待感情要慎重，对于牵线搭桥的媒婆要表示感谢。媒婆？你当我是媒婆？啊！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刚刚刷到一个小三自己取乳的八卦，觉得好好笑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突然有点想吃优雅医美门口的糕点了，您麻烦分一。既然都送到这儿了，进来坐坐再走吧。不用了，我是想着家里的阿姨一到月里就看不清路。既然现在到家了，阿姨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喂，门口那家糕点还开着门吗？我有点想吃了。你想吃？你什么时候吃过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老婆想吃，你让我帮她去买，做梦！都怪我，非得这个时候吃糕点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说恩雅会不会生气啊？不怪你，是宝宝想吃了。恩雅应该会理解的吧？妈的，一个个把我当老妈子吗？
那我偏要拿下这个小仙。恩雅，准备好走进我为你量身定制的地狱。今儿打得不错，还行吧。我后面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哎，好，回头约。好的，拜拜。别喝这个冰水了，喝我这个养生饮吧。谢谢。你要吗？我那还有。要不要送你啊？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，我打的车马上就到了。老板娘，你赚那么多钱，怎么也不知道买辆车啊？这里是郊区，可没那么好打车的。上车。你也说了这里是郊区，不好打车。可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善良了？哎，奇妙，也不知道她今天怎么了，小女孩撒娇罢了，我反倒比较羡慕她。我倒是觉得你这样的比较会体贴人。不是有一句歌词说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吗？他有你偏爱，自然会有恃无恐啊。像我这种没人偏爱的，就不能有恃无恐，只能多体贴一些，才会被人喜欢。心妍姐，你真是神了！我就按照你说的，使劲做，使劲吃醋。那个刘恩雅果然像吃了兴奋剂一样。刘恩雅最喜欢的就是瓷器，那我们就买它，给她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，让她一点一点出现就行。你的目的应该不只是让她出洋相这么简单吧？刘恩雅这个人对挖墙脚当小三非常有爱好，但是她也不是傻子。我跟她逢场作戏，旁敲侧击了好几次，想要了解优雅一美具体盈利情况，进而转投资，但她却一直顾左右而言他，说来说去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不见兔子不撒鹰，都已经给过他钱了，他想要什么兔子？他要的兔子是他。所以你觉得我是该给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有什么不便宜？但是可能要调整一下计划。欣然姐，你看你把他吓得，还以为要现身一样。男孩子在外面还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，不仅是前面，还有后面。当然，刘恩雅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法勾当，怎么可能轻易透露出具体情况？那和他自己交出犯罪证据有什么区别？那怎么办？优雅医美是他的心血，让他在收获成果的快乐瞬间，成为他下半生的噩梦系列。哎呀，你可真厉害！这么一家店一开就是5年，还越做越好了。那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有你们的光顾啊，谢谢。
我刚刚看奇妙气呼呼的跑下去了，怎么啦？你问我？不问你，难道问我啊？我跟他求婚了。啊？那他怎么还……因为我跟他说，既然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就必须娶她。但是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因为你，我才明白一件事：熟透了的水果，但或许没有摘下来的机会了。哎，怎么不能？我很快就要结婚了，你如果不明不白的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成小三了吗？小三？你这么优秀，我总不能让你当小三吧？世界上的男人这么多，自己一个个挑多麻烦呀！找别人之前过的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不认为你这么做会伤害别人？如果不伤害别人，不争夺，又怎么能体现比别的女人更胜一筹呢？小三这个词，对于其他女人来说是咬牙切齿的敌人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是战胜其他女人的战利品。小三对于男人来说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楼下的客人，他们每一个人的丈夫，在我这儿不止一个小三。比起这些夫妻的，什么时候能成为你名正言顺的小三？刘文雅，你这个骗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快去看看。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骗子，滚出来！怎么了？如果不伤害别人，不争夺，又怎么能体现比别的女人更胜一筹呢？我楼下的客人，他们每一个人的丈夫，在我这儿不止一个小三。好啊！我说我老公哪来那些狐狸精？原来是你！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是不止你吧？亏我还在你这办卡，快退我钱！退钱赔钱才对，我可是给你投了不少钱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，我就跟你姓。对，赔钱赔钱！是你这个小贱人算计我！莫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跟那个贱男人打包滚吧！感受到他们的愤怒，你还会认为这种愤怒只来自于姿色不如人的不堪，以及被打败之后的恼羞成怒。哪来的烟啊？哪来的烟啊？是不是着火了？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 It's been a long time, but we don't have no time. I know it's hard for you to be worthy. We gotta let you think I'm dream change. We gotta let. 谁干的？是我。怎么着？我今天不光要砸你的店。 我还要让你老老实实把我们会费都退了，还钱，要不然我天天来砸，否则我就让你跟这些东西一样。你有人说打小三是刺激，但我从不这么认为。老公，怎么了？ 说多少回了，这个汤要放凉一些再端上来。
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现在去给你拿件衣服。当他人的痛苦成为自私自利之人的垫脚石，当被伤害的眼泪与绝望成为插足者的荣耀与勋章，那么对不公的反抗和愤怒，就是对恶行的惩罚。不过，有人当小三，自然就有狗头行。该付出代价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撤资，撤资！哎，刘董之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？刘董，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这废话了。优雅医美，我撤资。您怎么也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大家当然要撤资了。你要是还是搞不清楚状况，就去问问你的那个姘头吧。利益的天平一旦倾斜，想要重新回到原位，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可如果这时候有人有机会带着手里的一切抽身而退，那晃悠悠不安全的另一边，欠债还钱，罚单，搞什么？你怎么回事啊？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还有这么多罚单！你不知道吗？太太们生气，股东撤资，我已经付不起这1年的租金了。不光如此，他们所有人都要求退卡，他们还每一天在每一个角落找各种蛛丝马迹，费尽心思的举报我。这几天光消防就来查了3次，罚单是吗？我这还有更多！你冲我发什么疯啊？这事儿难道怪我？不是吗？当初我老老实实的开美容院，是你想维护股东关系，是你想吞并李岩，所以我才帮你干这些勾当，所以现在奇妙这个贱人才来报复我才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你还好意思提奇妙？要不是你要当小三儿，你会被他算计吗？我看你真是天生下贱，天生当小三的命。是，如果我不给你和阮心妍当小三儿，恐怕你现在还没有机会靠优雅医美的手吞并李岩吧。是啊，目前只是6年大，没成熟岁，还没有影响。只要我借着合作成功吞下李岩，给促成这件事情的股东的回报，那不就万事大吉了？想通了。我这不是看你移情别恋，心流虎吗？所以你现在是愿意牺牲自己，戴绿帽子了？话何必说这么难听呢？咱们俩不是应该计较这种事情的关系。依我看呀，咱们这个店就暂时先关掉，也免得你受累，也好避避风头。好啊。知岁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刚刚在里面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还担心让你做小三是辜负你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你早就是别人的小三了。没有，我既然你要帮人家做垫脚石，想必也不需要我帮你了。也好，我本来就没有大度到要帮你给人家做垫脚石的程度。哎，你要帮我啊？是啊，这一部分罚单我已经帮你交纳了，还有这一部分我已经找人核实了，不存在问题，不需要交。至于退会费，郑生的钱不够，我帮你补了一些，已经解决了。剩下的钱，你看是继续交纳房租，重整旗鼓，还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？我重新开始，我觉得你应该直接投胎比较快。你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想重新开始？别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你干的那些好事，我全都举报了。从前你只手遮天，可现在应该今时不同往日了吧？你好好等着。优雅医美已经经不起查了，
这些事儿一旦曝光的话，你会帮我摁下去的，对吗？我当然可以帮你，不过这需要一大笔费用。这回国带的钱不算多，需要从国外调取。调取？不行，我等不了。一旦有关部门介入的话，应池马上就会知道了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卸磨杀驴的。应池是那天跟我说话那个人吗？对，看他那样子，也不像缺钱了。哦，不用调取，我有办法。你告诉我多少钱可以帮我？我跟应池一人背负了100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，算上他之前转移的2000万夫妻共同财产，至少让他吐出来3000万。就算将来刘恩雅找我要回那100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，我也可以无痛面对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应池这些年赚了至少2000万，所以为了让他们长个教训，让他们凑个整，你说？我需要5000万，我没有那么多啊。不对，我虽然没有这么多，但是应池的那些加起来刚好。除了钱，还有一件事，我需要去找人帮你解决奇妙的举报，所以我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了解的越清楚，越能更好的帮你。我建议你不要隐瞒。其实这里是5000万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个东西。这里面是优雅医美非法借贷还有各种钱色交易的证据，不过应池非常谨慎，这些资料只能拉刘恩雅下水，他自己依旧清清白白。只要能拉下刘恩雅，优雅医美就会爆出问题，到时候任凭应池拉拢多少股东，他们都不会跟一个明面上进行犯罪的企业合作。这样一来，应池想要收购李岩的计划也就泡汤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不介意的话，55分。不介意。你都可以为了复仇让我献身给刘恩雅，想必也可以为了复仇向我献身吧。我说过，你这样的方式根本就没有办法向应池复仇。我不可以，但你可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向应池复仇，就必须阻止他吞并李岩，就必须依靠我手里的这份资料。今天下午，董事会会通过应池精心设计的与优雅医美的合作合同，李岩会因为无法完成合同要求而被收购。你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考虑。就知道你是有贼心没贼胆。是你提出的要求，我配合，你又反悔了。你是不是也太豁得出去了？为了复仇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你别忘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仇恨，还有你的。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原因突然有了这个念头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一时的冲动而辜负复仇的时机。真是败给你了。留给刘恩雅的那只是防猫款，我看得出来你很珍视这只笔。我也想告诉你，除了你的母亲，还有人可以陪你并肩作战。如果刘恩雅找人鉴定发现这是假的，怎么办？他的确找人鉴定，只不过在网上回答他的人。对我来说，复仇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向应池讨回公道，也为了让你永远都能如此开怀。对了，这些证据我已经交给奇妙了，明天他会进入给你。他是受害者，这是他的意愿，所以要让他来解读这一切。你说的对。我们与优雅医美已经有了多年的合作经验，此次的合作是在以往的合作上更进一步，强强联合，带领李岩药企走上一个新的台阶。新的台阶
我看是陷阱吧。姑且不说你们这些合同底下有多少陷阱，优雅医美非法放贷、强迫卖淫，已经有相关机构介入，你们还要顶着这样的风头和这种公司合作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今天突然爆出这个？这是好事呀！现在爆雷总比以后签了合同爆雷的好。那这合同还签不签了？各位股东，你们不要听他乱说，他是在造谣。我告你诽谤！不行，之前刘恩雅的事情，李董、廖董已经够生气了，他们都还等着吞并李岩之后分一杯羹。要是失败了，不行，绝不能失败，只是介入调查而已。哪家公司没有新闻纠纷啊？而且这个商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，各位真的不要加入。也是啊，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，而且新闻上也没爆出什么证据。想看证据是吗？请看。再拍点更大尺度的，把衣服全扒下来。以后要是不听话，就拿这些治他。给刘董、李董他们也发一份，他们之前就说过了，帮忙推进我们和李岩的合作，我们就得时不时的给他们发这些。刘董、李董，居然这种事情你都敢放出来，真是厚脸皮啊！为非作歹的人都不怕，我为什么要怕？难道背叛家庭、伤害别人的是我吗？难道肮脏的是我吗？只放出我自己，是因为我要保护其他受到伤害的女性，也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并不害怕这些恶心的东西，我更不害怕你们对我的任何一句评价，对我的每一句侮辱，根源都是你们自己。其他的证据，我会交给有关部门。如果你们还觉得没有问题，那么我会让所有网民都知道，李岩药企觉得强迫卖淫、伤害女性不是什么问题。不行啊，这舆论会有大问题的。何止舆论，那搞不好我们也要惹上麻烦的。对，这个合同不能签，不能签！各位股东，各位股东，你干的好事！刘董，刘董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，刘董！陈秘书，我是来提醒你一件事的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和几位股东保证的？你说不管成事与否，都会给每个帮助你的股东500万。500万，500万，如果事情成了，只不过是9牛1毛，而现在呢？没关系，今年给不上可以明年，明年给不上可以后年，实在不行，你也可以去贷。至于你这样的，裸贷能贷多少钱？欣妍姐，恭喜你，谢谢你。是我该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会有今天这样轻松的日子。你轻松，是因为你勇敢，而我谢谢你，是因为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或许就要和英之正面对上，从而没有陷入无限被动之中。而现在这一切，他还不知道是我安排的，而我要他付出未完成的代价。无关人员不许进入公司。我就算被停职，也还是公司的一员呀，怎么就无关人员了？刚才董事会已经下达了决定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李岩药企的一份子，按照规定，你之前的股份也要一并返还。怎么就要开除我吗？大家来看看大型捉奸现场哎！小3打小4了。考虑到你和优雅医美的主理人刘恩雅小姐的不正当关系，以及优雅医美的犯罪事实，董事会决定开除你。就算有这个视频，也不能证明我跟优雅医美的犯罪问题有关系啊！大家不想雪上加霜，这是董事会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刘婉雅，不是说好把我打点的吗？为什么新闻爆出去？
接电话，接电，快点！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，不是我的。李婚家，你干的好事！我干的好事，我干这些都是为了帮你吗？你如意算盘落空了，现在想怪在我的头上。我不跟你说这些有的没的，你立刻马上把我的钱还给我。什么钱？我放在你这里的钱，你马上还给我。钱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找我要钱？你还欠我钱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欠条，本人应持因周转所需向刘雅借款2000万元整。你在发什么疯？这张欠条当初一开始就说好了是为了阮熙人制造欠款用的，怎么可能当真呢？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，这张欠条拿到哪里都是算数的。对了，我还可以去找阮心妍，不光你欠我钱，他也欠我钱。刘雅一美没了没关系，以后还可以靠你们两口子生活。你要是敢去找他，我就立刻报警。报警好啊，你快报警吧！正好我也想自首了，我要让警察知道，我放贷我犯法都是为了配合你，最好让阮心妍也听听。因为我不知道，刚出事的时候你就想切割，你想把我像壁虎的尾巴一样切出去，想不到吧？你这个壁虎也活不下去。真晦气，1楼的窗户也能说动腿。老婆，老婆，病就病了，病秧子一天到晚生病活不成。阮心妍也是个蠢货，病秧子当这个包。对呀，医院里人来人往，万一磕着碰到他肚子里这10个亿。妈妈最珍贵的宝贝，幸好你没事儿。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哪？我的孩子在呢，老婆。我的孩子在哪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小男孩是真淘气，都病成那样了，还有功夫闹？不是吗？你看我手上这个伤，就是那时候弄的。抱歉啊，是我惯坏了我儿子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在人背后议论的。其实你儿子不闹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，他还会给我们做鬼脸儿。真的啊，他还会卷花蛇呢，我们都不会。卷花蛇，卷花蛇啊！老公，为什么我学不会卷花蛇啊？我看恩雅轻轻松松就会耶。卷花蛇是遗传的，要是你父母都不会，你就不可能会。我也不会。哟，就你会的多呀。我那是懂得多。哎，
你以后学不会卷花蛇了哟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被彤彤的病给吓到了？没关系的，从小到大都这样的，问题不大啊。倒是你啊，你怀着身孕，怎么随随便便就跑到医院来了？万一磕着碰着，对孩子多不好，是不是？运迟，你是觉得这个孩子只10个亿，所以就比彤彤更加珍贵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你怀着身孕还要来照顾彤彤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我这衣服是不是挺脏的？我摔了一跤，这衣服是不是有些脏啊？衣服我回头火里扔就行了。摔跤会沾上女人的指甲吗？这是刘文雅的指甲。她以前还跟我开玩笑说，最喜欢用指甲去挠人。老公，为什么你的衣服上会沾上刘文雅的指甲？老婆，我呢是因为不用解释了，你跟刘文雅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是指你优雅医美非法放贷、组织卖淫，网上传的铺天盖地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一直推荐公司跟优雅医美合作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，但是你这些年的辛苦我一直看在眼里。老公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股东会那边没少找你麻烦吧？恩雅跟你们闹得很不愉快吧？彤彤啊，老婆，你理解我呀！我私底下真的完全不知道刘雅在做这种事情。我知道我是一定会和刘雅医美合作的，我也绝对不会跟她有什么往来，哪怕我得罪你，我也不会让你去跟她做朋友。还有彤彤，我怎么可能让她来当彤彤的干妈呢？真的是带坏小孩。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，就是你一清二楚的假话。你看着他像小丑一样用滑稽的姿态展示着虚伪，而这一切的目的，又是为了让你对他深信不疑。但让人恐惧的是，你并不知道自己从前是不是有某个关键时刻掉进了小丑的陷阱里，从未察觉。老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出神了。老婆，我现在也被董事会停职了。我有时间了，我就在家里好好陪你把孩子好好生下来，好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的。那你岂不是要一直在家帮我？哎，老公，你现在家里不是没钱了吗？你又停职了，彤彤又生病了，不然我以后养你们吧，反正我账户还有很多的钱。不用，咱们的钱都在理财师那儿吗？你忘了？哦，对，我忘了。哎，不然我们现在给理财师打电话，让他把账户里的钱全部提出来。好了，你老公就算再窝囊，也不会惦记你的钱啊，对不对？我照顾彤彤，你回家休息。老公，你真好。路上慢点啊。要不是刘恩雅，我好不容易转移出来的钱，怎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？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，害怕被他发现。更不用像现在这样，我一个病秧子。喂，陆之穗，帮我安排一次亲子鉴定。应彤的确是刘恩雅的孩子，我通过当年的档案找到了为你生产的医生，他早已退休，这些年一直在慈善义诊。他说他心里一直对不起你们。他说当年把你送来医院时，伤势很严重，我们只能抱住大人。至于孩子，请节哀。医生，我妻子身体不太好，醒来之后如果听到这个消息，她一定会很伤心。到时候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
我不敢保证我不会追究您的责任。可这明明是车祸啊！您别急呀，只要您帮我圆个谎，这样他就不会面对罗浩。您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不可能，这不符合规定。只要您听我的，将来有的是您符合规定的机会。但您要是不听我的，您都不在岗位上了，这些规定自然也就与您无关了。是这样，原来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难怪彤彤跟刘恩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比我更亲。可是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他刘恩雅自己也是母亲，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孩子拱手让人？难道他真的对应池？你听说过杜鹃鸟吗？杜鹃鸟会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的巢穴中，然后把里面原本的蛋还有刚刚孵化出来的幼鸟推出巢穴摔死，这样其他的鸟就可以安安心心、死心塌地的喂养杜鹃的孩子。你是说，车祸是他们一手设计的？车祸是他们一手设计的？这是我找到凌迟电脑里面的证据。你既然要我帮你做事儿，那我们的孩子不能稀里糊涂的没有名分。反正我和阮心妍的预产期差不多，你想办法让我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，让他给我的孩子做牛做马当保姆。至于他的孩子，只要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去哪儿都可以。宁迟心机深沉，他早就把云莲话录了下来。或许那个时候，他不仅做好了背叛你的准备，也做好了未来有朝一日背叛刘恩雅。后来的车祸也是他安排的。刘恩雅的恶意来源于孩子，可是应时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，他该死，他是不该死！我的孩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其实我不知道，告诉你这些究竟是对是错。我宁愿因为真相而痛苦，也不愿意被我所逼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振作起来的，因为这样我可以为他讨回公道。你们是一伙儿的。你们是一伙儿的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真是替天心疼。合起伙来算计我，我的钱呢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我可没有多余拿你的钱，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。你仔细想想，这些钱到底是谁的？你就不怕应迟知道？刘恩雅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离不开男人？你跟应迟狼狈为奸这么久，你应该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会怎么对我，就会怎么对你。说起来，还真有些可怜你了。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甚至不惜以身犯险，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可惜，事发之后，他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，而你却要承担一切罪责。不过，你的恶毒跟应迟相比，不相上下。你如果有一丝丝善良，你就会知道，唇亡齿寒，就不会掉入我为你设计的陷阱之中。什么意思？
你总是喜欢将别的女人的痛苦建立在你的快乐之上。但凡你有一丁点善良，一丁点道德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我自己所造成的。你说了这么多，那孩子不还是没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把我整死，你的孩子也回不来了。那我现在就替他报仇！好啊，你掐死我吧！你以为我不可能？你把我掐死了，你也活不了多久，刚好去陪你的孩子。今天别忘了你跟奇妙说过的话，别大伤自己。干妈好厉害！彤彤，从今天开始不用叫我干妈了，不用继续骗他了。彤彤，你一直都知道，彤彤一直以来都知道，我才是她的亲妈。你这么多年对于她来说就是个保姆。彤彤，从今天开始不用和她在一起，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好好啊，我早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彤彤，你过来，你跟妈妈。无论过了多久，我都还有个儿子，不像你，忙活了这么多年，住院大事一场空。彤彤，你决定了吗？我都说了你还问，你耳聋了吗？有病！真是妈妈的好孩子。行了，我劝你啊，自己生个孩子吧，免得到老了没人给你送终。走吧，儿子。也好，这样我可以没有任何负担的熬夜。不是那个老三吗？别胡说，我不是。对，就是前几天曝光那个老三，他不光学人当小三，他自己也是个小三。他不光是老三，他还是个老鸨呢。新闻上都说了，就是他逼小姑娘卖身。不是我，你们别胡说。现在这么落魄，一看就是遭报应。宁迟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但是我的钱还不够。喂，你现在是打算洗手做羹汤，当家庭主妇了？刘恩雅，你还敢来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你找我要钱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钱呢。你欠我2000万，不找你多要，给我1000万。你还敢提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就算被听之言还是李岩的高管，我还能翻身，我怎么可能会被开除？你何止是被李岩开除啊，你马上要被阮心妍开除了。现在当起小白脸了，还被阮心妍开除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如果让心妍知道我们2个人发生过的事情，就真的把我开除了，还不如先把你杀了灭口。死人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。你现在是打算把我杀了，跟你老婆好好过日子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杀了我也没用，因为你能沦落到今天这样，全是他阮心妍一个人害。就连彤彤的真实身份，他也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也想告诉你，除了你的母亲，还有人可以为你决定。给收尾了，宁迟。
老婆，我错了。老婆，我不应该出轨，不应该算计你，不应该连横刘文雅失去，更不应该让印度冒充我们的孩子。在这件事情出现之前，我本来想问问给你，但现在不想。老婆，燕池，我们离婚了。老婆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全部都想好了，我们去找刘安雅，把彤彤要回来。除了你和我，没人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孩子。这样，再加上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就有2个孩子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一个人拿到10个亿，我们就有20亿了。如果你对彤彤还有感情，我们就当多养了一条狗；如果没有感情，我们就让刘安雅带着他有多远滚多远。再或者，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了，说不定哪天他就……闭嘴！我是畜生，我是畜生。没有那10个，我已经被医院开除了，我不能再过日子了，老婆。你活该！你妄想要李岩来收购，要和刘恩雅联手，要无辜趁着血肉铸陷你欲望高峰的天梯，你活该落成这个现在这个样子！我知道我活该，我活该，我活该。那我去跟那些受害人，跟他们道歉好不好？我也想，不好意思。燕池，让我恶心。你做这些，其实就是为了那10个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那10个亿是假的，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怀孕。猜猜看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就是为了让你跟养起那个。现在看来成功了，谢谢你啊，老公。在你的眼里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衣食住行、一呼一吸，全都需要仰仗你的鼻息。你掌控着一切，甚至要成为主宰我的生灵。可惜，这一切只是你的幻想而已。你在幻想中强化了你自己，弱化了我，忽视了我在琐碎中积攒的力量，而这力量正在为你掘墓。签字，离婚，滚！老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。老婆，不管你之前怎么设计我也好，怎么设计刘安雅也好，那都是我们活该。你要怎么惩罚我都愿意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离婚？不要离婚！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准备原谅了他，不跟他离婚了。所以折腾了这么久，我只是你们夫妻情趣的一环，是吗？我是被李岩开除了没有错，但李岩可是我丈母娘留给我老婆的。现在新颜重新接管了李岩，我来给他送汤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起开，起开，吃完饭
怎么起开！我来给你送汤了。辛苦了。你也在这儿，也好。新年现在重新接管李岩，你多跟他汇报一下也是应该的。需不需要我来帮忙呀？反正我也在李岩待了这么久了，很多事情闭着眼睛我都能干了。帮我可没有工资啊。能帮到你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需不需要我先把你送回去，我再回来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你先好好对家工作吧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进他的办公室了，看来相处的不错。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他卸磨杀驴了。他现在是我顶头上司，我也不能上赶着得罪他。你不得罪他，他未必容得下你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才沦落到了现在的地步。他现在刚刚接手李岩，自然还需要你来打下手。可是以后呢？我看未必。你曾经是我的特助，他以后绝对容不下你。您的意思是让他把公司的位置让出来给你？让给我，我才不要再给他当。在我看来，真金白银才是最实在的。来，坐。你是我儿子，你得帮我。往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这个是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买的，只要他意外去世，我立马就能分到这个数。到时候我分给你2000万。而且我们两个还并没有离婚，只要他死了，他的财产就全部都是我的。等以后我死了，我们的财产还不都是留给你来继承吗？你还年轻，说什么继承不继承的？您想我怎么？你有能力，我需要你帮我调制一款能够慢性致癌的乳液。我要看着它一天一天、一点一点的把自己逼上绝路。你有把握能让它用？早就设计好了。进。不是说好了咱们分房睡吗？怎么过来了？你忘了？啊，没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个是公司研发的新产品，要不要试试？我听他们说过，他们倒是想往医美护肤方面发展。这款是公司寄予厚望的新产品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试试。好啊。哎，我刚刚护过肤了，再涂的话有点浪费，还对皮肤不好。算了吧。这怎么行？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自己公司的东西自己都不用，那传出去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儿呢，只有你跟我2个人，怎么会传出去？我肯定不会传出去。是。不会，别想多了。差点忘了，今天厨房下水道堵了，东西都被我倒到这儿来了。算了，一会儿一起煮。老公，你在里面吗？哦，我在。怎么了？刚刚物业通知说可能会停水，我来看看什么情况。还好我算数错了呗。行，是停水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啊，我来弄就行了。好的。不行啊，要是不处理好，明天一早他过来洗漱就被发现了。
不是说停水了吗？哦，我刚问了一下，只有厨房的下水道没有受到影响。啊，老公，吃苹果吗？不用了，早点睡。啊。空瓶了。要不先用公司的。好啊。哎，不过要不然一起用吧，正好做一组对比实验。好啊，一起用。好吧。自己来。等着吧，我会用你母亲留给你的礼言送你下地狱。我吃饱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感觉哪儿不舒服，但是我也说不上哪儿不对。那我们去医院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休息会儿。哎，别的事情我都能答应你，但是这件事不行。走，跟我去医院。8号，阮心源。老公，这2年你操持公司也挺忙的，一直没时间做体检，不然一起做个检查吧。我就不用了，我是陪你来的。你也查查吧，你会担心我，我也会担心你。来了，走。你今天刚去完医院，怎么喝这么多酒？有些病喝了就恶化会很快。不懂，我那是陪阮心妍去的，她的病已经开始恶化了，我们的计划要奏效了。来，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过得有多憋屈。她虽然答应我离婚，但实际上连床都不让我上。我又害怕她生气，我又不敢出来玩。不过别担心，这种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块表就当是我犒劳你的，来，收下。这表不便宜，你现在手头应该没有这么充裕的资金吧？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当提前享受了。等我真正成功之后，这块表的档次我还看不上了。来，给我打2杆，我俩庆祝。你们俩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希望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我最近应酬有点多，喝多了。喝酒还喝大，我知道，身为一个丈夫，应该有照顾妻子的责任，但是毕竟是工作，应酬多喝一点肯定是不可以的，而且你是一个医生，你管我什么？你怎么当人老公，我当然管不着。只要你想，我也可以不管你这个病人。肝癌马上就要到晚期了，喝酒喝到第2天都醒不了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哪里找个神医来治你。我肝癌晚期？开玩笑呢。不可能！我肝癌晚期？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，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！我和他都做了检查，一定是你们把结果给弄混了。你看，再去做1次检查。走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那么自信，坚持生病的一定是
到底是因为你太担心我了，还是说你做了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下次为什么得肝癌的会是我？为什么？肝癌这种病跟遗传的因素有关，还有跟平时接触的东西有关。你是不是接触到什么致癌物质？你问我？抱歉，我有点不近人情了。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说一句？节哀。节哀？你跟我说节哀，我会不会碰到致癌物质？难道你不应该最清楚吗？难道是你？我只是按你说的做了而已，不过可能我记错了你交代的具体内容吧。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！我为他精心设计了一条黄泉路，这个瓶子经过我的设计，正常使用它是这样，旋转一下。没想到还有这种东西。他多半不会这么轻易相信我，但是如果我和他一起使用，就能够打消他的怀疑，而且就算之后警察找上门来，我也能够洗脱嫌疑。我需要你帮我调制2份看上去完全一样的乳液，其中1份正常，另外1份能够致癌。我明明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你为什么？可能是我工作疏忽吧。我肝癌晚期，你就只给我一句失误啊！有何不可呢？你杀妻骗保的美梦，你们，我们。你说让我变成了，是要放弃了是吗？你永远不可能，永远不会。那你还？这条项链是我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。这个纹路呢，是胎心的波心纹，而我居然还在跟杀我孩子的凶手做夫妻。如果我不报仇，我无法原谅我自己，无法原谅。无法原谅，就是让他复活。大额人身意外险。前几天我收到保险公司的短信，问我和应池要不要再续人身意外险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应池应该也收到了。后来跟他提离婚，他给我磕头认错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那10个亿，可是后来我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他还是不肯，反而越演越烈。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别的算盘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应池收到了短信，那他就会一定会让我出意外。我等的就是这个。以前我以为只要让他穷困潦倒，我就算是报仇了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他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该死，他们都该死。这太危险了！你忘了你跟奇妙说过的吗？不要打伤自己，你忘了吗？我错了，你就当我未经他人苦，就欠他人善。你们算计我，彼此彼此吧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过你应该也习惯了。是啊，之前他为了让我背负债务，
转移了我的全部财产给刘恩雅，还和他签了欠条，结果自己人财两空，还欠了刘恩雅一屁股的债，现在还想害我患癌，结果又坑到了自己。你下次还想害我的时候，直接害自己不就行了，免得麻烦。什么时候？你可是我儿子！你想认我当儿子，我可不想认你当父亲。毕竟，我是男人，最知道怎么气男人，信我。我杀了你们！燕池，我已经将证据交给相关部门，有什么话留着法律上说。如今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就算逃跑，也只是垂死挣扎。你跟我的复仇也算是成功了吧？就算他不离婚，也是耗着罢了。还是赶紧离婚吧，不然我要等他死了才能行动。行动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以为你之前做的那些都只是为了气他、报复他而已。如你所言，复仇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做的事情，跟复仇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。现在应该是告诉他我真实想分手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他不会又和我告白吧？那不就真的有病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以你跟我之间的关系，不适合说这些。回来了，你看你是想先洗澡，还是先吃饭的？是。先吃我。我要是我怎么会做这种梦？他是应池那个垃圾的儿子，我跟他不可能有什么的。妈妈，妈妈，彤彤回来了，可是刘恩雅不是把他已经带走了吗？不可能。妈妈，妈妈，去哪儿？彤彤，彤彤。一直，阮心妍啊，阮心妍，我是应该说你蠢，还是应该说你善良呢？你明明知道应彤是刘恩雅跟我的孩子，你还是会选择掉进陷阱。你这么做，对得起你死掉的亲生儿子吗？应彤可是顶替了他的位置，享受了他享受不到的，还过上了他过不上的生活。够了，
不，这怎么搞？你当时昏过去了，你不知道。我见过那个孩子，医生说他很健康，不是因为车祸死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怪你，因为孩子在你肚子里，只要你想，你一定可以保护好他。但是在车祸发生的时候，你选择了保护你的脑袋，而不是你的肚子，所以你活着，他死了。那么他的死应该算在谁头上呢？你头上，我头上，还是5-5分呢？够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也想让我自责崩溃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他是因为你而死的，你想用这个洗刷你身上的罪孽，不可能！或许是吧，但是我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我不介意再多害死一个，正好可以送你们母女下去团聚。好啊，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吧？到时候我们在地底下跟你一起算总账。怎么样？大爷给钱了吗？急什么？他要是现在给钱，偷偷报警怎么办？我挺儿早先弄到了钱，凭什么拿去田径彤那个铁木马的药罐子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独吞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我的录音，你不可能把他骗到这儿来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把应彤抱到他门口去哭都没有用。想卸磨杀驴？怎么着？现在想起来慈母心切了，跟我装什么装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真是个好妈妈，这会儿你就应该把应彤带去医院，而不是带来我这里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老实配合我盯好他，我保证你有钱拿。但是你如果自作主张的话，我已经是光脚无法穿鞋的了。咱们可以比一比，谁更豁得出去。我去吃点东西。我说为什么会有彤彤的声音？原来是你们两个合伙搞在一起。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把彤彤当回事，说到底也只是为了钱。不过刚好，随便挑拨一下就能迷糊。应池，你别走！你告诉我彤彤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很危险的，我了解他，他每天这个时候都是……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彤彤现在怎么样？他跟你在一起吗？你很担心彤彤？他是我亲手带大的，我当然担心他。哎呀，我承认我对彤彤现在感情很复杂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生病的时候，我还不帮他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是被彤彤的哭声骗到这儿来的，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是我从小带到大的，我了解他。每年这个时候，他的哮喘都会发作，如果不及时送到医院的话，真的很危险，会有生命危险的，恩雅。之前闹得天翻地覆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没想到到现在还会因为一个和自己没关系的小孩上当受骗，甚至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担心他。不过刚好，既然你这么担心我的儿子，那拿点钱给我也是应该的。我没有钱，所有钱都在应池那儿。如果应池不给我钱，不让我带彤彤去医院，我没有办法。你带他去，我给你钱。可是我的手机在应池那儿，你帮我找回来。你帮我找回来，我给你钱。其他的之后再说，彤彤的病才是最重要的。你难道真的要看到彤彤的？你给我躺着。都这个点了，怎么还没来公司啊？公司账户之前给应池都特助，公司账户的变动，这里都会收到消息。但今天并没有这么多这种安排，难道是软心？查一下这个收款账户是谁，快！
你现在拿这笔钱去给彤彤治病吧。你账户里有这么多钱，你就拿100万打发我？这是公司账户，我能操作的只有这么多。你想要更多的话，只有去银行处理了。那我带你去银行。你不拿这笔钱去救彤彤吗？彤彤是我儿子，我肯定先会救他的，剩下的我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就看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要带他去哪儿？你真的是蠢透了！你一个亲妈都不关心应彤，你觉得他会关心吗？我劝你别太得意了，至少我现在已经有钱给彤彤治病了，不像你，就连摇钱树的命都在我手里。你说我现在要是把他杀了，会怎么办？我们还没有离婚呢，你把他杀了，遗产照样是我的。她也是彤彤名义上的亲妈呀，她要是死了，彤彤也有遗产可以领。要不然，我们现在就把她杀了吧。彤彤应该领不到遗产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死人怎么领活人的遗产呀？怎么了？告诉我，彤彤怎么了？彤彤怎么了？谢谢。我是故意让刘安雅这个蠢货用你的手机引来陆之岁的。今天我就要送你们这对亡命鸳鸯下地狱！天池，这是你跟我之间的恩怨，不要牵扯上其他人。他也算是其他人吗？你们都勾结到一起去了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？还是说你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？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来帮你说？好。看清楚了吗？没有血缘关系。天池，你疯了！猫不养，适可而止。适可而止！你们对我赶尽杀绝，不得进兵，现在跟我说适可而止。特别是你，一直追着我不放，甚至为了复仇不惜认贼作父。也不知道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看到了，是会觉得欣慰呢，还是觉得你蠢呢？还有你，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你，你到底有什么脸面伸张正义？英池，我不是要来找你，实在是小穗病重，还有堂哥，当初借了你那么多钱，你如今日子过得好，能不能？当年你要和我结婚，但是谁知道那一群不长眼的跑过来了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总不能被他们断了我的青云路吧？你条件这么优厚，我可舍不得。
所以我找人把他们都处理掉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漏了一个活口。究竟是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？应该是你那个倒霉蛋父亲陆之穗这个名字应该属于我的儿子，而不是你。还得感谢你们2个人把我赶尽杀绝，感谢你们把我从李岩开除，这样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清楚。所以这件事情归根结底，你们只能怪你们自己。你以为是我害死了你的父亲？不，罪魁祸首就是他。如果不是他家庭条件这么好，我根本就不会杀人。所以你的父亲是被连累的，而你不想着为你的父亲报仇，你却想着来找他。也不知道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知道这件事情后，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？与他无关。你不是调查得很清楚吗？那你怎么没有查到你儿子当年其实逃过一劫，只是后来因为没钱继续治病，才会病逝。如果不是你，你儿子才不会死，你还哪有脸怪别人？可笑！怎么了？你心疼了？也是，毕竟是你害的人家破人亡，你确实应该心疼。既然你父亲已经死了，那就由我来代替他，来教训教训你这个忘恩负义、认贼作父的臭小子！爷爷，我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他。你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，我全部钱都给你，只要你放过他。跟我谈条件是吧？好，那就用你的身体来换吧。还记得当初你假怀孕的时候，跟我提起的那个基金吗？你当时说，如果我们今年怀不上2胎，那10个亿就会无偿捐赠给别人。当时我傻乎乎的真的信了，以为那10个亿跟我擦肩而过。直到后来我去调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除了生2胎能有10个亿之外，别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。什么无偿捐赠，什么期限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只要我们能生下2胎，那10个亿就是我们的。你要干什么？看你们感情这么好，你为了救他宁愿被我打死，你为了救他宁愿给我所有的财产，那你应该不会介意再跟我多做一次夫妻吧？你这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闻闻就知道了。你竟然弄成这种样，你疯了吗？是我疯了，我被你们折磨成这样，我早就疯了。你吃你妈干的！你吃，你吃。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这不是很正常？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吧。还得感谢你母亲留下的礼言。老太太应该不会想到这家药企能够在今天发挥这么大的作用。如果应头没有死，你再给我生1个小孩就够了。但是现在，只能辛苦你跟我生2个了。你吃。孩子都生了，哦不对，只是怀了，还没有生。你说我们现在生1个的话，会不会是当初的那个孩子？畜生！是，我是畜生，我早就不是人了。被你们折磨成这样，我早就不是人了。我就是一只来向你们寻仇索命的恶鬼。我是畜生，我不是人。说的对，
就不该认贼作父，所以我要替我父亲报仇，替他偿命。你知道，是应池害死了我爸。既然这样，我让他一命还一命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每当我在悬崖边，总能把我从地狱拉回来。在说什么？不记得没关系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说给你听。现在，我重要的事要做。Gives me the real life. You have to be strong. Would you think I'm brave? No. Hear the sound of victory. You're the master of your deeds.应池，签字。如果你不签的话，我就请律师来打官司。不过，按照你现在的德行，或许离婚官司在没结束之前，你就已经上路了。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那我这个贱人再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愿意离婚，那我跟他就算是正常恋爱，算不上是给你戴绿帽子。但如果你实在是有这种癖好的话，那我不介意让你开心开心。毕竟对于一个将死之人来说，我这个大活人还是很有宽容之心的。喂，你不会在应池面前演戏演完了，又不想认账了吧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最开始可不是这样。那个时候，你是一只不好惹的小老鼠，怕你一不小心就会失控。没想到现在，如果说失控的话，其实早就失控过了，只不过被你拉回来了。跟我走，带你去看样东西。这条围巾好眼熟啊！当初我爸去找应池要回欠款，一起死去的还有我爸的堂妹，也就是应池当年的初恋陆羽。这一切都是侥幸逃生的，真正的陆之岁告诉我的。后来因为家里穷，陆之岁也好，妈也好，全都因病去世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既然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让导致这一切发生的罪魁祸首付出代价，所以我带了刀，准备去找应池，一了百了。不过幸好，那时候我遇到了你。你是当时那个？天气这么冷，还穿的这么少，也太可怜了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所以，你当时
当时如果不是你劝我，或许我就跟一直同归于尽了。只是那样，我的人生也就随之结束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日子，也不会遇到你。在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义务将你从泥潭中拉出来。只是没想到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、强大。我知道，你还是不需要我。我的确是不需要陆之穗，但是我需要你。我需要继续雇佣你来理研做研发人员。既然陆之穗不是你的真名，那这份合同也就作废了。你做好准备让我见到真正的你了吗？真正的我，可不甘心只当一个研发人员。作为研发人员是优秀的，至于其他的，有待发展。身为女性，我们自有力量，无需依赖他人的光芒。当世人还在以温柔和贤惠要求女性时，我们已点燃了胸腔里不熄的烈火，以红为弓，以风为翼，在荆棘丛生的人生路上潇洒前行。